达奇本以为只要打败了敌人的军舰就可以回美国了，没想到福萨尔竟然把他们的船长给抓了起来。还不止这样，福萨尔更准备了多门大炮对准码头，只要达奇他们敢开船离开，立刻就会开炮送他们上西天。对于福萨尔的这一番操作，达奇虽然很气愤，但为了能顺利离开瓜马岛，现在必须沉住气。计划分2步来走，先摧毁掉福萨尔的炮台，然后再想办法救出船长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亚瑟麦卡先前行杀死守卫，接着拿出炸药炸掉炮台，爆炸声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守卫。亚瑟他们不愧为世纪悍匪，这些守卫哪里是他们的对手，转眼之间就被他们清除干净了。解决掉这些守卫，接下来该营救船长了。没想到亚瑟刚冲进屋里，就被一个人扑倒在地。这个人就是之前俘虏过他们的那个队长。队长拿着枪指着亚瑟，就在他得意忘形时，达奇拿着枪走了进来。还没等达奇说完话，福萨尔又拿着枪对准了他。此时4个人拿枪互相指着，给人一种在看电影落水狗的感觉。就在几个人僵持不下之时，亚瑟忽然将地上的枪踢向船长，船长果断开枪放倒队长。福萨尔眼见大事不妙，随即破窗逃跑。达奇连开几枪都落了空，绝不能就这样放过他。几个人一路追赶，后来追到一个炮塔下，而此时福萨尔已经架起火炮对准了他们，一炮接一炮的轰炸，差一点要了他们的命。就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亚瑟发现了一门火炮，还得是亚瑟。只见他一炮就摧毁了炮塔。福萨尔这个嚣张跋扈、不可一世的瓜马岛总部，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接下来达奇几个人与赫尔克里告别，然后登上船离开瓜马岛。瓜马岛的剧情就此结束了。来到瓜马岛之后，玩家就会发现这里的剧情特别的赶，游玩1-2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很明显瓜马岛被删掉了很多内容。在船上，众人问达奇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达奇说我们先回到圣丹尼斯，然后再干一票大的。对于达奇的这个决定，亚瑟表示担忧，他认为帮派的运气已经用完了，不能再过于冒险了。此时就连一向支持达奇的哈维尔也表示质疑，他认为达奇最近的计划都太疯狂了。听到这里，麦卡提议不如我们回黑水镇吧。还没等他说完就被达奇给否决了。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。平克顿侦探怎么也想不到咱们还赶回来，等他们发现时咱们早就远走高飞了。见众人还有疑虑，达奇说道 Listen, I will kill for my family. Any of you want to judge me for that? That's fine. That is who I am. Anyone disagree? Anyone? 等船靠了岸，几个人分头行动。亚瑟骑上马赶往谢迪贝莱营地。不知为什么，此时的亚瑟感觉身体特别的虚弱，咳嗽也一声一声的响起。但现在顾不上这些，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找到帮派的众人。等回到谢迪贝莱营地，亚瑟发现里面早就人去楼空了。此时的亚瑟焦急万分，还好后来亚瑟找到沙迪留下的一封信，在信中亚瑟得知众人已经转移到一个叫拉凯的小村庄。读完信，亚瑟立刻骑上马赶往拉凯。等见到亚瑟，众人欣喜若狂，他们本以为亚瑟他们早已死于非命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活着。看到查尔斯也安全无恙，亚瑟也高兴不已。很快麦卡比尔、哈维尔也陆续回归。等到了晚上，首领达奇回到营地，众人更是欢呼雀跃。接着众人讲述这段时间的不容易，当时要不是沙迪果断转移重点，此时帮派可能是另一番的下场。沙迪可是帮派的大功臣。就在众人以为帮派可以重振旗鼓，再一次实现梦想时，外面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又是米尔顿探员。他带着大批的平克顿侦探将这里团团包围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米尔顿一声令下，马克沁机枪疯狂扫射，瞬间就把木屋打成了筛子。看样这一次米尔顿是要将帮派剿灭干净。由于敌人火力太猛，众人只能匍匐前进。后来亚瑟和萨迪溜出屋外，沙迪知道一条密道，亚瑟跟着他绕到敌人后方。眼见米尔顿咄咄逼人，亚瑟决定不再手下留情，接过沙迪手中的步枪，冲出屋外对着敌人展开杀戮。接着亚瑟抢过马克沁机枪，对着敌人一顿扫射。此时达奇等人也冲了出来，众人合力反击，终于将平克顿侦探击退。虽然敌人被击退，但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，帮派营地必须尽快转移。阿比盖尔请求达奇营救约翰，达奇显得极为不耐烦，只是简单应付了几句就离开了。此时的达奇已经方寸大乱，并且又疑心重重，帮派的命运恐怕也就此凶多吉少了。